握住夏蝉，未必是握住整个夏天，握住那把剑，却是握住了一个江湖。持3尺清风，梦一回万人敬仰的剑神，做一回举世无敌的剑仙。40年春去秋来，2代人花开花谢。小方寨在西北只能算是个3流寨子，土地贫瘠，养活不了多少人口。寨子里的青壮们，凡是有点志气的，都不愿在土里刨食，纷纷外出谋生。如今的小方寨只剩下30户人家，多是老弱妇孺，仿佛是被遗忘之人，与世无争地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直到一名过路的老者经过这儿，才打破了寨子的宁静。你叫什么？我叫徐北游。过来坐。这里面装着什么？装着一把剑。哦，我把这个送给你，你能让我看看剑是什么样子吗？一只蝉。是一个夏天。老者伸手按在剑匣的顶端，轻声道：“国仇未雪甚先老，匣中仙剑夜有声。这家伙看好了。”握住夏蝉，未必是握住整个夏天，握住那把剑，却是握住了一个江湖。持3尺清风，梦一回万人敬仰的剑神，做一回举世无敌的剑仙。哥，给你表演一下我新学的剑招。嘿嘿，你是不是有病啊？在路上切南瓜？哥，那些是什么人啊？3匹明显就是出自军中的天字号甲等战马，非将领不能骑乘。1匹是宝竹国的天马，1匹出自草原的乌骓，最后1匹则更了不得，呈现出燕子之色，竟是与传说中的萨路子十分相像。马匹尚且如此，这些马的主人更不必多说。这6人6马却比600披甲骑兵还要目中无人，寻常百姓一辈子都难以触及的天上人物，足以让一般人望而生畏，继而却步。丹霞寨占地很大，但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在几十年前的一场齐军大战。那场大战由2位成名多年的大都督亲自领军，2支当世最为精锐的齐军在丹霞寨杀天昏地暗，留下的古战场至今还荒无人烟。传说大批战死士卒的冤魂不散，汇聚成一队队阴兵盘踞此处。而这一行6人的目的地，正是被视作兄弟的古战场。李兄，前面这位是什么来头？好大的架子！上头下来的大人物，伺候好了，没坏处。你们确定100两都没人去吗？100两银子，在西北这种苦寒之地，至少能买20亩地了。一个寻常之家攒够20亩田地，最少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银钱虽好，可去那个地方还有命花吗？就是啊，这天底下的人，除了脑子不好使的，又有几个真的傻的？公子别急，我再找找。你们要去古战场？我知道，有趣。100两银子不还价，我带你们去，包去包回。只要能带我们过去，少不了你的银子。你叫什么名字？徐北游。徐北游，一个与这方寨子格格不入的名字。生在西北，长在西北，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西北人士。不过他的脸庞并不像其他西北汉子那般粗犷，线条很是柔和，倒像是南边的男子，被许多老人看作是北人南相，说是有福之相。徐北游，你会用剑吗？略通一二，毕竟西北这地方不比中原，刀客很多，马贼也有不少，孤身在外总要有点防身的本事，否则我也不敢领你们去古战场。不过事先讲明，那地方确实邪性的很，这些年误入其中的人也不算少，没几个能活着出来。
这个就不用你担心了，谁也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我们既然要去，就知道那里是个什么地方。你不就是要银子吗？给你，啰嗦什么？几位应该都是官家子弟，你们若是出了什么差池，我一个平头百姓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我还要再问一遍，真的没事对吧？若是出了什么事，本公子负责。好，我们现在就走吗？对，走。跟上。公子等我呀。徐北游的身子看上去瘦弱，实际上体能却是极佳。在一气奔行了10余里之后，仍旧看不出半点疲态。不过那名骑着萨路子的女子却是忽然开口要歇一歇，看得出来，其他人都是以白衣公子为马首是瞻，而白衣公子又对这名披着大斗篷的女子唯命是从。既然她开口，别人就没有反对的理由。就在这里歇一会，都听你的。休息一会也好，毕竟待会儿就要进入那个异常诡异的古战场，多留点体力总是没错。徐北游，你跟谁学的剑？我师傅。谁是你师傅？师傅就是师傅，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看得出来你是有修为的，在这种小地方能有这样的修为，很不容易。你也练剑？我不练剑，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敢十分肯定你有修为在身，不过现在可以肯定了。那你肯定也是一个高手。那你师父和父母呢？师父不知道去哪了，我已经快有10年没见过他。至于父母，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不过我徐北游既然能安安稳稳活到这么大，没有冻死，没有饿死，这就说明老天爷还不想收我，那我就一定要活出个样子。再说我还有他。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短暂的休憩之后，这支7人队伍继续向古战场进发。通过与那名女子的交谈，徐北游大致摸清了这几人的身份。领头的白衣公子是帝都人士，叫端木玉；那3名佩刀青年是3兄弟，似乎是西凉州那边的将门子弟。而那个地头蛇则是陕州土生土长的衙内。若不是因为这几位公子想要玩一出微服私访的把戏，只是这名本地衙内就足以惊动丹霞寨的大小官员。至于那名女子的身份，他自己没有说，徐北游也就没有多问。这风不对劲。徐北游，你见过阴兵吗？见过，就是一副盔甲，神出鬼没。不过那是3、4年前的事情了，我不小心误入此地，差点栽在这些东西的手里。书上说阴兵介于有形和无形之间，寻常刀枪难伤，除非将整套盔甲打烂，让他失去存身之所，否则极难脱困。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用剑。女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既不惊讶也不质疑。不过李松几人却是毫不客气地嗤笑一声，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徐北游，你这个土包子还真会用剑吗？用剑可不是会几手花架子就算用剑了。徐北游没有辩解什么，只是从背后取下长剑，持在手中。是阴兵。徐北游，你有把握清理干净这些东西吗？一个100两银子。什么意思？大概再过半个时辰，这里会重现当年两军厮杀的蜃楼景象，既要观景，自然要清静一些。不要勉强。好。这西北的土包子还真是个高手不成？这是剑1，纵九死不悔；剑2，处方圆不动；剑3，覆天网不漏。没想到能在这儿看见剑宗36，当真不虚此行。真是好剑术。这是1200两，你点点。不用了，谢谢。还是有点勉强了，不过这波赚麻了。就换到这点银子，值得吗？没有把握，我不会贸然出手。富贵本就险中求，
这些银子对你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一场难得的富贵，所以值得。唉，这种富贵终究是便宜了点。这就像人一样，我一直都认为“人无贵贱之分”这句话是一句彻头彻尾的屁话。其实不管在哪里，人都有贵贱之分，所以我们这些底层的人才会拼命的往上爬，希冀从一个底层人变为一个贵人。可对贵人而言，把自己当人看容易，把别人当人看难。可贵人终究还是人。徐北游他是没读过多少书，但是他却知道人情世事，本地的看不起外来的，年长的看不起年小的，帝都的看不起地方的，江都的看不起中都的，本都是平头百姓，都是大哥不孝二哥的小人物，仍要强分3、6、9等，仍想着要高出别人一头，百姓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本来就踩在百姓头顶上的高门世家。开始了。这便是当年的东北西北2大奇军大战。看完这场壮阔绝伦的蜃楼奇景之后，这群世家子弟没继续停留的兴致，开始准备返回丹霞寨。徐北游，不要一辈子都停留在这个小地方，若是有机会，还是要走出去，看看外面的广阔天地。徐北游，不要一辈子都停留在这个小地方，若是有机会，还是要走出去，看看外面的广阔天地。把这里安排好以后，我也该走了。爱偏开在迷途。看看某女孩是沙漠为我撑大，还是落叶镜中花。是北游来了呀，先生。怎么要走了？先生，这是1000两银子，算是我为寨子留下的一点心意。交给别人我不放心，只能劳烦先生了。北游啊，我知道你早晚都要走出去，毕竟大好男儿不像我这个身子入土半截的糟老头子，总窝在这块弹丸之地也不像话。可既然要出去，就得知道人心险恶这4个字，看上去是好的未必是好的，看上去是坏的也未必是坏的。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很多时候都是黑白混淆，事情有对错之分，但做事却未必要按对错而行。先生，我不是很懂。记住就行，以后你会明白的。好了，你走吧。先生，那您把银票收好。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不用你来提醒我财不露白的道理。徐北游终于要离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了，去外面的广阔世界看一看。身后背着天蓝和一个包袱，包袱里面装着一些换洗衣物，一些散碎银子，几个还算软和的馍，一块用油纸包好的熏肉，还有那300两的银票。没人给他送行，他独自一人走到小方寨的寨门口，回头望了一眼后径直离去。接下来他要去丹霞寨，然后再从那儿跟着一支商队离开西河源地界，去本朝太祖的龙兴之地中都。就是你要去中都吗？是的。10两银子，先交给我。不是说好的5两吗？那都是2天前的价格了，你要是不去，我们就走了。给你。上来吧，我带你去找商队。季安，都安排好了。按照大人的部署，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我有位世侄近日来到中都，待会儿可能脱不开身，所以此事便交由你主持。大人放心，记住，这是大事，若是此事攻成，你我说不得要再进一步。我能将都督牵涉前面的带子去掉，而你也可以从巡查使的位置上再上一步，接过我督察使的位子。卑职谢大人提携。称谢的话，现在说还为时尚早。这事情是白虎堂的副都督亲自交代下来的，说不能出半点差池。若是事情办砸了，虽然不至于让我丢了头顶上的官帽子，但在咱们暗卫里面被3位都督记住了不是，这辈子就甭想再进一步。小人明白。至于我这位世侄，也并非什么简单角色，他是从掌印都督那边过来的，说不定就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我得亲自过去应付，两边都不能怠慢，两边都不能得罪。公务在身，让世侄久等了。
是小侄叨扰师叔才对。来来来，坐着说。这西北苦寒呐，尤其是到了冬天，雪大压死人。市值放着繁华，江南不去，跑来这百战之地，倒是让师叔有些费解。实不相瞒师叔，小侄这次本意是游历塞外，不过临行前家父曾对我有过一番嘱咐交代，要我给师叔捎几句话。世侄请讲。大半个时辰后，陆晨亲自将端木玉送出暗卫府，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笑意，直到端木玉骑马离去，这些让人看不出半点端倪破绽的笑意才缓缓退去。大人，这些帝都来的贵公子，看似恭敬礼让，实则眼高于顶，在心底未必看得上我们这些地方人物。大人今天送出这份香火情，他日后未必会记在心里。理是这么个理没错，可我们也不能在西北这地界待一辈子，总要回帝都的。既然要回去，提前铺路没坏处。你抱着月亮般的心，有了自己间的回忆，全部都深深的收起。重龙观算是在道门内部也排得上号的道观，自古帝王被称为真龙天子，以龙寓意皇帝。可重龙观正殿道祖像左手上环绕着一条金龙，此举显然是将帝王置于道祖之下，自然引来大批口诛笔伐。不少庙堂公卿都要求道门对这座道祖像进行修改。不过道门对此一直都是不理不睬，充耳不闻，这座道祖像也就得以存留下来。自从上次重龙观观主突然作画，重龙观真是过得越来越差了。谁说不是呢？老观主在时，这重龙观是何等景象？小声点，听说最近暗卫府那边要出手了。暗卫府那是什么？徐北游本就是打算来拜过道祖，随后去找个客栈住下休息，却是不小心与另外一人撞了一个满怀。你没事吧？姑娘是重龙观的人。我叫徐北游，双人徐，西北的北，游学的游。我道浩之云，如今正在重龙观中修行。这是暗卫高手。与此同时，重龙观外，大哥，我就是路过啊。凡是重龙观内之人，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是何身份，一个都走不了。只要将重龙观内的道人斩杀一空，接着派一批暗卫冒充重龙观道人接手这里，然后便会爆出重龙观道士为了炼制丹药，竟然用小孩子内脏做药引的事情。恰巧最近中都城内许多人家真的丢了孩子，还会有几个所谓偷盗孩童的罪犯在公堂上招认，是受重龙观道人指使，再然后便会有人会振臂一呼，上演一出百姓为道观的戏码，最后自然真的从道观中搜出了证据，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暗卫再去推手什么，愤怒的百姓们会帮我们把重龙观的所有痕迹都彻底抹去，什么也不剩下。即便道门知道不对，又能如何？杀人的、烧道观的，可不是我暗卫府，而是这中都百姓。住手！就连内侍卫都出动了，看来这次陆晨真是铁了心要灭我重龙观满门呢。太好了，青叶道人来救我们了。青叶道人虽有一品境界，但这5名内侍卫也有2品修为啊。话真多。另一边，徐北游在那名暗卫高手的攻势下，只能苦苦支撑。如今的徐北游满打满算也就只有6品境界左右，面对足足高出自己3品的暗卫高手，虽然他爆发出足以媲美4品境界的强悍战力，但只是从复健老人手中学到一点皮毛的他，还是没能如何威胁到这名久经战阵的暗卫高手。若不是天蓝剑上有剑气自生，触之必伤，让那名暗卫颇多顾忌，恐怕此刻徐北游和之云早已变成刀下亡魂。有破绽。小子，剑不错，就是人差了点。反正你和那小子都是一样的结局，不如在死之前让本官享受一下。不要！别动他！哼，小子，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动手！你们居然还偷袭！
我就是来找个人，不耽误你们办事。这股气息，难道是高手？暗卫办事，请来客止步，或者等上官前来再分说此事。可是我等不了。这人到底是谁？年轻人，得饶人处且饶人，杀人不过头顶地，别那么下作。江湖上最忌讳4种人：老人、女子、僧道、小孩。师傅，你来了。暗卫府的名头，想必尊驾应该知道，若是妨碍府中公务，休怪日后不死不休。那又如何？萧家呀，很了不起吗？如今就算是大字不识一个的乡间老农也知道，当今的皇帝陛下姓萧，萧姓便是国姓，这天下都是萧家的，那你说是不是了不起？老者笑了笑，想起多年前的一些往事，继而有些感慨世事无常。当年旧人已经登顶帝位，而自己却沦落到四海为家的境地，两者之间可以算是天差地别。可不管再怎么天差地别，他也不是一群不见光的暗卫就可以肆意欺辱的。老夫徒弟是好是坏，都由老夫来管教，还轮不到你们伸手。你们既然伸手，就别怪老夫把你们的爪子剁掉。北游，你不是曾经问我什么是剑气吗？这就是了。小时候，我以为握住那蝉，便是握住了整个夏天。现在，我敢肯定，只要我握住了那把剑，那就是握住了整座江湖。先生，你说世上有剑仙，原来师傅即剑仙。解决掉青叶道人后，巡查使终于发现不对，自己的那名心腹至今还未回来。虽说此人平日里依仗修为多有散漫之举，但在大事上还是分得出轻重的，难不成是出了什么纰漏？走，随我进去看看。什么？气息居然消失了？自己这个心腹有几斤几两，他最是清楚不过。实打实的3品巅峰修为，厮杀经验极为丰富，战力几乎可以抵得上2品高手。即便单独对上青叶道人，也有几分逃走可能。可就这么一个高手，竟然说没就没了。尊驾为何伤我暗卫府中人？若是尊驾不能给我一个交代，只怕我难以向上官交代。老夫杀人，何须向旁人解释？想杀便杀了。大胆！手中清风少饮血，夜夜难眠常寂寥。一直都知道师傅是高人，但万万没想到，师傅竟是如此高人。快逃！还记得初次握剑时，师傅就曾说过：剑心即人心，可存敬畏之心，不可有怯懦之念。若是事事思量，处处斟酌，让3尺清风久在鞘中沉锁，那还练什么剑？难怪先生说我北人南向是福相，早晚都要遇贵人。原来就是师傅啊！贵人，你小子知道个屁的贵人！伤口已经止血，过几天就好。至于其他，就是骨头有些错位，没什么大碍。以后你就跟我走吧，我把10年前没教完的剑借着教完。你也跟老夫一起走吧。暗卫将整个重龙观的人杀绝，中都肯定是待不下去了。北游，我先出去等你们。死的人已经死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可活着的人还得活不是？刚才那些暗卫你也见到了，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咱们也算是共患难，这就算是患难之交了。所以你听我的，先跟着我们离开中都这个是非之地。到时候你愿意回道门也好，还是其他地方也罢，都可以从长计议。只要活着，就不算绝路。死了才是绝路。别怕，有我在，就算我不顶事，还有我师傅在。你也看到了，我师傅是高手中的高手，杀人都不用拔剑，这些暗卫奈何不了我们的。徐大哥，我听你的。
别看。师傅，前辈好。天下名剑300万，唯有美人最诛心。老人带着徐北游和支云出了中都城，一路向西凉州方向行去。按照老人的话来说，就是西凉州这地界，东连后建，西接草原，是块想走就能走的生地。若是往关内走去，那便是走到了四面皆敌的死地。三人都是不行，走走停停。老人很有耐心，就以徐北游和支云的脚力为准，既不催促，也不借机去锻炼两人体魄，而是给徐北游讲了许多他从未听过的剑道智理。在徐北游看来，自家师傅这修为8成就是传说中超越1品境界的仙人修为，即便不是，那也相去不远。他老人家所说的话自然是金科玉律，半个字都不能遗漏，故而一路行来，老的讲的用心，小的听得专心，倒是师徒相宜。师傅，我听旁人说起过，在9品之上还有所谓的仙人修为，怎么样才能算是仙人修为？如果说给俗世武夫划分9品是朝廷定下的规矩，那么1品之上的所谓仙人，便是道门古道出的东西了。道门有5仙之说，分别是天、神、地、人、鬼，其中以天仙居首，而又以鬼仙居于末尾，算是5种修行方式，但道门却强行将其定为修为境界。刚刚超出1品境界的高手是鬼仙境界，算是在仙道一途登堂入室。这个境界已经超出5人的范畴，多了许多玄妙神通，甚至可以神游出窍。重龙观已经作画的老观主便是这个境界。人仙境界就要更为霸道，堪称是人力极致，一身筋骨血肉硬如金刚，血气冲天，风吹而不散。许多沙场上的万人敌大概都可以跻身这一行列。而地仙境界则是集鬼仙境界和人仙境界2者之大成者，与天地共鸣，朝游沧海暮苍梧，真真正正脱离了人的范畴，跻身于仙了。至于更进一步的神仙境界，为师不敢妄语，只能用8字来形容：长生不朽，举世无敌。道门上代掌教真人便是此等境界，曾经以一己之力独占4位当世最巅峰地仙，仍旧能战而胜之，这便是神仙境界了。委实是高山仰止。师傅，你还没有说最后一重天仙境界。所谓天仙，顾名思义，便是天上仙人，人间是没有天仙境界的，而且能成就天仙境界者，无一不是成佛作祖之人。比如说道祖和佛祖，再加上一个域外天魔，这3位便是最早的天仙，其后还有庄祖、黄祖、张祖、南五祖、北五祖等道门仙贤，以及佛门的诸佛菩萨，也在不同时期成就天仙，飞升羽化，进入那无边玄妙方广世界。其中诸般玄妙，非是我等凡夫俗子可以揣测，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呐！当年的修行界可不是如今这般只有道门一家独大，死气沉沉。那时候儒释道3教并立，还有剑宗、天机阁、魔门、魔伦寺、金刚寺等诸多宗门，号称3教9流。另有天机榜罗列出天下10人，交相辉映。那位神仙境界的道门上代掌教便高居第1人的位置。前辈说的上代掌教正是本门现任掌教真人的师尊紫辰师祖。小丫头，那你知不知道第2人是谁？第2人是剑宗最后一任宗主，我听门中师长们说起过，那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魔头，死在他手上的地仙高人足有1手之数，曾经被紫辰师祖镇压，在紫辰师祖飞升之后，又出来祸害世间，最后死于煌煌天诛，身死道消，剑宗也随之烟消云散。持3尺清风而独步横行，天下之间莫能与之抗手，无奈天道威然，天命不归，终是身死道消，喜乎悲乎。若是练剑能练到这个地步，那真是再无遗憾了。为师练了一辈子的剑，也没能达到此等境界。你小子的根骨还不如为师当年。若是没有天大的机缘，想要踏足此等境界，怕是要等下辈子再投一个好胎才行。说不定我便是有大气运在身之人，早晚都要成为地仙境界的。
你小子分得清气运和气数吗？分得清什么是剑意，什么又是剑气吗？你先能大剑气在身，再说什么大气运在身。我当年之所以愿意收你为徒，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性子。你这性子有几分神似我早已故去多年的兄长。当年我离开家族拜师学艺，兄长则是继承家业，最后心力交瘁而终。其实以我们二人的性情来说，兄长豁达，最适合去练剑，而我则精于算计，最适合继承家业。只是兄长将这个机会让给了我。临别时，他对我说：“家里的担子本就是要让我这个嫡长子挑起来，万没有让给弟弟的道理。你就安心学艺，莫要牵挂家中。”谁又曾想，那一别便是诀别。我再见他时，他已经是躺在棺椁之中，而我就只能站在灵堂里。一世兄弟，阴阳两隔，都过去了，不提也罢。老人摇了摇头，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毕竟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若不是触景生情，兴许老人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师傅，这么说来，你也是高门大祖出身，怎么如今还是居无定所？哪里还有什么家族，又哪里还有什么宗门，只剩下我孤身一人罢了。徐北游哦了一声，想起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握住夏蝉，未必是握住整个夏天，握住那把剑，却是握住了一个江湖。持3尺清风，梦一回万人敬仰的剑神，做一回举世无敌的剑仙。成平20年6月30，刚刚正午时分，天色却是阴沉的吓人。正如此时西北暗卫府中的气氛一般，格外凝重。前几天重龙观的事情，想必你们也已经知道了。本来是一场筹备已久的谋划，却不想最后出来个搅局之人。我们整个中都暗卫司几乎被灭2/3。大人，虽说去的人都没了，但他们的任务还是完成了。如此也就罢了，毕竟没有不死人的世道，遇上了高人，我们认栽便是。关键是事后清点尸首，还少了一个名为之云的道门小丫头。事到如今，原本计划在3天之内煽动百姓火烧重龙观已经不太可能实现，而且这么多人没了，事情又是无论如何也瞒不住的。此时动静太大，过不了多久，镇魔殿就会有所察觉。若是再让镇魔殿的人找到这个小丫头，白虎堂诸位上官的手段如何，想必你们也是知道的，定会将我们西北暗卫府视作弃子，以我等项上人头来平息道门怒火。厅内所有的人都感到一股彻骨寒意。陆晨此言绝不是恫吓之言，世人皆知暗卫冷酷无情，却不知暗卫不但对外人冷酷，对自己人同样是毫不留情。随着3位都督的争斗加剧，历年来死于内斗的暗卫比比皆是。西北暗卫府从来都是副都督的势力范围，若是此事事发，另外2位都督绝对不吝于落井下石，再踩上一脚。废话不再多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各司把人手都撒下去，严守各处进出西北门户，只准进不准出。哪怕是将西北翻个底朝天，也务必要找到之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诺。中都是大雨倾盆，西凉州这边却是小雨淅沥。经过数日时间，徐北游一行人已经来到位于西凉州东南边境的陇南之地。这儿东接沈州，南通蜀州、鄂凉、陕、蜀3州要冲，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梁陕索要、巴蜀咽喉之称。故而此地设有一支3000人左右的边军守卫，由一名从3品的统领镇守。因为西凉州和陕州可以直通草原的缘故，这里来往的客商和马贩子极多，故而也让这座关隘日渐繁华，竟是有了中等城池的规模。来，这里什么书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找不到的。蜀州2转股店铺倒闭了，原价都是100多、200多、300多的蛊虫，通通5块，通通5块，预购从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呀。
这些人是贩马的，多是西北刀客出身，实力很是不俗，大约有6、7品左右。看到那些弓没有，最差的也是20弓，一时便是120斤，其臂力堪比边军正兵营中的甲士。至于这些人的品行嘛，与草原上的马贼相比，即是一字之差，也是一步之差。这么强，我如今的实力就是5品左右，与这些马贩子相比，也只在伯仲之间。走，我带你们去找地方休息一晚。接下来，老人轻车熟路地带着2人来到闹市中的一家老字号客栈。老板，安排2间上房。哎呦，您可是好久没来了。来，3位楼上请。这里晚上不太平，为师独自一间，你们2个一间，互相有个照应。小子，为师给你铺好了路，就看你悟性如何了。徐北游和之云2人进了房间之后，之云小心翼翼地靠在床边，徐北游则是径直坐到桌子边，从茶壶中倒了点水在桌面上，然后用食指蘸着水开始写画画。这几日师傅为我详解了剑4，按照师傅的说法，剑36其实是一套循序渐进的完整法诀，剑1到剑7可以归为剑术范畴，只要可以握剑便能修习；剑8到剑13则已经涉及到剑气范畴，必须自身境界达到3品以上，有足够的修为支撑才可以修习；而剑14到剑19由剑气转为剑意，必须1品境界才能触及。至于剑20到剑36，则是完完全全的剑道范畴，非是仙人境界不足以体味其中诸般玄妙。见徐北游许久都不理睬自己，之云便小声问道：“你生气了？”没有，我只是在想师傅说过的话。你饿了吗？不饿。别说话，有人。入城之前，师傅就说过不可轻易招惹他人，此人一看就不简单。老人说过几人，其中就有张世宏的名字。倒不是说老人如何惧怕这位将门子弟，只是不想平白招惹麻烦上身，再生事端。居然还有暗卫跟随。尘世间，男子阳污，女子阴秽，独观是阴极，二者于一身，男身女相，欢喜无量。星星藏进心窝，揣不人能谁人？江湖不敢小到只容得下一般雪中。握住夏蝉，未必是握住整个夏天，握住那把剑，却是握住了一个江湖。持3尺清风，梦一回万人敬仰的剑神，做一回举世无敌的剑仙。完颜北岳，你故意泄露气息，引老夫出来，意欲何为？我可不是完颜北岳。若是单从外貌上来看，复剑老人至少比这人大1倍，但这世上不乏能返老还童的高人，眼前之人便是例子。事实上，他与复剑老人分数同辈，甚至年龄上也相去不远。若用徐北游的话来说，这不就是长生不死的老妖怪吗？完颜北岳如今身在大梁城，困锁樊笼，也就只有我这个闲人才能到处走走，不必拘束在那个方寸之地。完颜北岳也好，慕容玄阴也罢，一甲子的光阴，你还是没能迈出最后一步，反倒是让自己变成这么个不阴不阳、不人不鬼的样子。哼，我不是不能迈出那一步，而是不敢迈出那一步。毕竟当年上官仙尘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不可不慎，不可不察。上官仙尘，至于找你出来做什么，自然还是因为那件事。当年萧玉在世，你说不能轻举妄动，现在萧玉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如果萧玉没死呢？以他的城府而言，很可能会以诈死手段来布局，等着我们这些藏头露尾了大半辈子的人自己跳出来去自投罗网，好为他那个儿子扫平道路。萧玉，大齐开国太祖皇帝，当年一剑劈了白莲教教主，但也受其临死反噬。哼，
这点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即便萧玉没死，恐怕也是处于一个半死不活的境地。若非有人皇气运镇压，还能勉强支撑；没有人皇气运，恐怕即刻就要生死道消，难有来世。可惜可笑可叹，一代人皇雄主也要落到这般下场。有什么可惜的？当年张、叶、公孙、慕容、上官5大高法有2家灭在萧玉手中，剩下的3家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是做了家狗，在萧玉脚下苟且求生。即便萧玉不得好死，可是萧家还是这个天下的主人，当初的魏国更是变成了如今的魏国。家狗这个词用得极妙，真是入木3分啊。若说3条家狗对萧家的忠心程度，以慕容家为最，叶家次之，上官家再次之。不过现在的上官家怕是已经变了颜色，悄悄投靠了魏王。不管是萧皇还是魏王，都是萧家人，都该死。难道萧月也该死？哼，那就是完颜北岳的事情了，我不插手。当年郑帝失其路，群雄共逐之，最后结果是萧玉笑到最后建立大齐，叫日月换了新天。在这个逐鹿过程之中，自然少不了家破人亡的悲惨戏码，更少不了矢志复仇的老套故事。尤其是那些在萧家铁旗下沉沦崩塌的高门大阀和宗门，其中不乏有通天修为的供奉客卿，也不缺精彩绝艳的天才后辈。这些人就像一条条无家可归的野狗，所做所求的事情无非2件：一是恢复自家当年的荣光，二是推翻萧家的统治，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当然也有识时务者，选择归顺大势所趋的萧皇，成为了老人口中的家狗。不但未曾受到波及，反而是完全倒向萧家，作为帮凶大肆追捕另外2家遗孤。事后萧玉将魏国改为魏国，并将自己异母兄弟萧瑾封为魏王，就藩魏国。天下初定，萧玉分别以4人平藩社稷，萧瑾就藩东方魏国，完颜北岳坐镇北方后界，魏晋为荣南疆宝竹，领韩镇守西北草原。其中有以完颜北岳和领韩最是位高权重，坐拥一国之地，手握重兵10万。不过自从新皇登基之后，此4人中已经有人生出别样心思，反倒是最该变了颜色的魏晋仍旧忠于萧氏。慕容玄阴，不管你在北边和林冷前如何谋划，有一事是你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只要完颜北岳活着1天，你就1天不得真自在。只要不得真自在，那就休要来找老夫说什么天下大事。难道你打算做一辈子的野狗？野狗如何？家狗又如何？家狗何必笑野狗？琴瑟琵琶8大王，魑魅魍魉4小鬼，单剑独战，何手击拿。徐大哥，你的包裹不拿了吗？没事，我放客栈里面，丢不了。今天你们就在这附近逛一逛，一会我再来找你们。走吧，师傅他老人家经常这样的。老板，要1串糖葫芦。小伙子，2个人才吃1串啊？啊，不是，我不吃。送人自然要2全其美嘛。好，那就来2串吧。知云，你尝尝。这是什么？冰糖葫芦。真甜。这小子总算是开了窍。娘亲，我想听故事。好，我们也去看看。话说当年的后建战事，起因是后建完颜氏武王一杯毒酒，害死了当时年幼的后建小皇帝。大将军慕容彦带着皇叔完颜北岳以及一干朝臣仓皇逃到巨鹿城，求助当时还是西北王的大齐太祖皇帝萧玉。然后便是西北大军北伐后建，打败后建武王，帮助完颜北岳登上帝位。萧玉又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他，自此后建臣服，成兄弟之国。我听师祖说过这件事，
其实是那后见小皇帝不甘被武王掌握朝堂，想要夺回大权，意图将武王引入宫中，以摔杯为号，引刀俯首尽屠之。却不慎走漏消息，被后见武王先发制人，率兵攻破皇宫，这才落得一杯毒酒的下场。师祖说，这就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原来如此。不过后来的事情倒是没错，完颜北岳这个皇叔做了后见皇帝，与本朝太祖皇帝缔结大梁城之盟，认太祖皇帝为兄，又娶了太祖皇帝的妹妹文和长公主萧月。大齐立国之后，两国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兄弟之国，后世仍以齿论。如今的后见皇帝是谁？当然还是完颜北岳呀。虽然他今年得有80多岁了，但他是有仙人修为的。我听师祖说起过，天下间有南北2大谪仙人，这位后见皇帝便是其中的北谪仙。也就是说，当今圣上还得称呼后见皇帝为姑丈。若是按照兄弟之国的后世仍以齿论，皇帝陛下要称呼叔叔；若是从亲戚上来算，则要称呼姑丈。其实也不只是后见皇帝，草原汉王的姐姐嫁给了太祖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太后娘娘，当今皇帝陛下的生母，皇帝陛下还得喊草原汉王舅舅呢。感情这帮子皇帝王侯里外都是沾亲带故的呀，可不就是先生说的家天下吗？两人又漫无目的的逛了大半个时辰，老人仍旧不见踪影。徐北游给之云买了几个没什么用的小玩意，光拿在手里，之云就觉得满心欢喜。那股新鲜劲过去之后，之云便有些累了，于是两人找了一处人少的偏僻处，一起坐在路边的树荫下。师傅教的剑似还是不能完整施展出来。徐大哥，你说我们以后能去哪儿？是啊，能去哪儿啊？这普天之下都是萧家的。买这些东西花了不少钱吧？总共不到1钱银子。哦，你呀，自小就在重龙观里长大，自然是吃穿用度不愁，未必能分得清1钱和1两之间的差别。在西北，这1钱银子便是一个3口之家1个月的口粮钱，也只有穷人的孩子才会明白其中每1文钱的血汗艰辛，所以有时候不是吝啬抠门，而是因为一个穷字。若是富足有余，谁又愿意扔了面子不要，反而去斤斤计较？不过只要把剑练好了，什么都不是难题。你这心态可练不好剑。我听说那些剑仙们都讲究一个人剑合一，这就跟我们道门追求天人合一是一样的道理。这样的高妙境界我可领悟不了。若是有一日我往前这么一指，就能御剑而行3万里，那就真的此生无憾了。此时有一行人来到了徐北游等人下榻的客栈旁。店主已经明言，务必要将活着的之云安然带回都天峰，同时也要诸位执事严防暗卫。毕竟这些帝国爪牙在此事中到底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如今尚不明确。若是此事是他们所为，以暗卫的一贯作风，出手阻挠那是必然。按照店内传来的消息，之云是重龙观观主游尘真人收养的一名弃婴，因为游尘真人带徒收徒的缘故，所以之云算是徒孙辈，平日里跟随游尘真人修道，几乎没有离开过重龙观。游尘真人不是早就作画了吗？在作画前1个月，他曾特地给传法殿传信，将之云的生辰履历和命灯全部迁入祖庭，打算在自己作画之后，让无依无靠的之云前往祖庭继续修道，所以之云得以在祖庭内留有1盏命灯。如今青叶真人等人的命灯皆已熄灭，而之云的命灯未灭，说明他仍旧存活于世上。从这里来看，之云应该没什么疑点，关键在于到底是谁把他带走了。若是幕后人有心而为，这里面就有意思了。把之云带走，而不是杀死灭口，说明带走之云之人并非是灭掉重龙观之人。也就是说，重龙观之事中并非只有我们和凶手2家，还有一个藏于幕后的第3家插手。道门、暗卫、剑宗，刚好3家。我们先回客栈等师傅吧。不必回客栈了，我们直接出城。师傅，我的包啊！老天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北幽，你来一下。师傅，怎么了？剑四记得怎么样了？
诸多变化已经记熟，不过距离师傅说的烂熟于心还差一些。道门北五祖中的第3祖师曾经写有一首绝句，洋洋洒洒近千言，其中2句朝泛苍梧暮却还，洞中日月我为天，匣中宝剑时时吼，不遇同人事不传。为师深以为然。11年前为师遇你时，是缘，更因为你脾性消思为师那已故兄长，所以为师传剑于你。11年后为师重返西北，再寻到你，是分。如此便是凑齐了缘分2字，所以你便是为师的传人。师傅，为师曾走遍天下，见过后辈无数，精彩绝艳者有之，愚钝不堪者亦有之。你的资质在其中只能算是个不上不下的中人之姿，不过心性却是一流，卧蚕关键，也算是真正让为师决定要将这匣中宝剑交到你的手中。为师原本打算用20年的时间来磨砺你这个剑胚，将你锻铸成一把绝世之剑。可惜为师现在已经没那么多时间，只能用些取巧办法。原来是师傅想要再观察自己一段时间，可不知道什么原因，师傅说没那么多时间了，所以打算现在就教我真本事。北游，依你看来，此剑如何？剑中有杀气。这把天蓝被你小子用了10年都没沾过人血，有个屁的杀气！师傅下手轻点。剑里有剑气和神意。剑气我倒是知道，可剑中有神意是什么鬼？然后呢？哎，你这悟性，为师也不瞒你，为师正是剑宗中人，也就是所谓的剑宗余孽。我剑宗有名剑36柄，乃是当年开宗祖师传下，分别对应剑36，其中有祖师遗留之剑气和神意。只是因为本宗与道门之争斗绵延近1000年，36把剑气多有毁坏遗失，如今只剩下12之数。若是你能将这12把名剑的剑气神意全部纳为己用，那么便可踏足无敌地仙之境。师傅居然是剑宗的高人，这在徐北游看来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联想起师傅传授给自己的剑36，以及在重龙关中那一剑还历历在目，细细想来，也就只有剑宗高人才能有这般凌厉剑气手段。师傅，天底下还有这等不劳而获的好事？不劳而获？哼，若是剑宗昌盛之时，就算你是剑宗首徒，也没福气消享这12把剑，毕竟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用了就没了，不过现在不比当年，剑宗都没了，还留着这些剑也是无用，倒不如送你一场造化，也好给剑宗传承香火。泼天的富贵！剑宗覆灭当日，我只来得及带走2件，其中1把便是你手中的天蓝，另外10件则是遗落世间，下落不明。我就说天底下没有这等好事。你再仔细看，这才是天蓝剑的本来面目。这便是所谓的灵性吧？剑上果然有神意。为师今日便教你如何从剑中汲取剑气神意。先生说过，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今日池中里，天高平于月，龙门12道，从此天上人。北游之南却北游，老家伙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怕是还没有忘却当年之事，难道还想着卷土重来，再去和蓝玉扳手腕？全身酸痛。徐大哥，喝点水。之云，谢谢。我感觉体内元气似如江河奔流，自下丹田气海而出，游走于百骸之中，似乎有无穷无尽之力。挥手便可拍碎大石。现在你差不多有3品修为，
因为你是第一次汲取剑气神意的缘故，许多剑气被浪费在开拓丹田上，还有一部分剑气神意如同泥沙沉江里，潜藏在你的四肢百窍之内。什么时候你能将这些剑气全部化为己用，什么时候就是2品修为了。我这算不算一步登天？登天？这话说早了，等你越过1品境界，再来说这登天2字。师傅，那这天蓝？既然天蓝被你汲取剑气神意，那么落在别人的手上就是一块废铁。不过在你手上还是神兵利器，而且与你息息相合。你小子手握天蓝时，勉强算是踏入了人剑合一的门槛。人剑合一不过是凡夫俗子故弄玄虚的话语，说白了就是刚刚在真正剑道中登堂入室，距离炉火纯青和超凡入圣差之不可道理近。等你不握天蓝也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天蓝才是你的天蓝。小丫头，咱们到那边去，让她一个人在这适应适应。老人说的适应，自然不是说适应周遭环境，而是让徐北游适应一下自己的一身修为。毕竟这些修为不是一步一步修炼而来，而是凭空暴涨上去，肯定不能如臂指使，甚至还会出现时灵时不灵的尴尬状况。为了以防关键时刻出漏子，徐北游还是听师傅的话，乖乖地开始适应这一身全新的修为。大人请。听说暗卫死了很多人，5个内侍卫，还有1个正4品巡查使和1个从4品都尉。这几位大人之所以会死，还不是因为你们道门镇魔殿办事不力，搅了这么多年的剑宗余孽，没有一点成效，现在竟然还有剑宗余孽敢公然在世间行凶。我们镇魔殿如何？轮不到你们暗卫分说，我只想知道一件事，灭了你们这么多人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哼，灭掉100余暗卫而不伤分毫的高人，我们是没办法，难道你有办法？叫出36位大执事还差不多。我道门底蕴如何？想必不用多费口舌。镇魔境内更不乏所谓高人，该出手时自然会有人出手，这点不劳你费心。不愧是道门出来的人物，口气就是不一般，哪怕是剑仙人物也不放在眼中。我只想听你一句话，那人的身份知道还是不知道？就这么简单。不知道。叶执事先别急着走，虽然我暗卫还没查出真凶到底是谁，但根据府中高手的勘探，此事系剑宗之人所为无疑，而且还是一条大鱼。何以见得？剑36重现世间，算不算大鱼？当真是剑36？如假包换，剑宗36，剑不相同，下则绝浮云，上则日月星，一步一出剑，步步天下横。会剑36的人不多，必须是上官仙尘亲近信任的嫡系之人。纵观剑宗上下，众剑奴之首的大剑奴随上官仙尘赴死，剑皇张崇光亡于我道门微臣师祖之手，魏国公主张雪瑶因为与掌教真人有救的缘故而不受牵连，如今隐居江都，不问世事。剩下的人里面，唯有当年的剑宗首徒和几位长老。无论是谁，都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可以插手的。哼，店主已经亲自赶赴西北。没想到镇魔殿店主都来了。徐北游攀升至3品修为后，3人一路平安无事的到了西凉州首府敦煌城附近。天色将暗，3人便在一处黄土高坡上宿夜。正值夏日，夜凉如水，天为背地为席，倒也算不上太大的苦头。老人不知从哪弄来了一壶蛇胆酒，清悠悠的酒液在月光下散发出如梦幻一般的多彩流丽之色。坐在一块高耸的岩石上面，佐以满天繁星下酒，这酒喝出了一个恣意的仙人风采，让一旁的徐北游好生羡慕。蛇胆酒不可多饮，若是饮用过量，寻常人的身体难免消受不起。只是老人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不多一会儿，酒壶便已空空如也。老人品味着嘴里的蛇胆酒余韵，微微眯起眼，想起10余年前的一桩旧事。其实早在他第一次见到徐北游的时候，他就想带着徐北游离开小方寨，只不过在临行前，一名被徐北游称作是先生的老书生拦住了他的去路。样样细
你当真想带他走？有何不可？看得出来，尊驾是有修为在身的，不是那种一品二品的纸糊高手，而是实实在在登堂入室的大高手。哪怕是放眼整个天下，也有一席之地，又何必来这苦寒西北，与一个垂垂老朽争夺一个孩子？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只要没走到举世无敌的那一步，终究不得自由。你说自己是垂垂老朽，我又何尝不是？待到100年之后，免不了归于尘土。在此之前，总要寻一个承接衣钵之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世上从来都不缺年轻俊彦，更不缺所谓的精彩绝艳之人。你这位伯乐又何必非要抓住老朽相中的这匹小马驹不放？能让韩文帝相中的人，自然有其独到之处。谁又能想到当年的奇出3杰之首，竟会藏在这么个小地方？尊驾是如何看出老朽身份的？韩宣，字文弼，是个读书人，师从大儒王凯之，在籍贯之年偶遇当时由西平郡王改封为西北王的萧玉，自此投入萧玉麾下。他先是就职于王相府，在王相萧瑾手下任职。虽然没有赶上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西河源大战，但参与了接下来的西北军北伐后建，与徐衍、端木瑞胜2人一起被萧玉看中提拔，故被并称为3杰。其后韩宣辗转于按卫府任职，曾前往东都，亲自策反了当时的东都禁军首领萧公瑜。萧玉入主东都之后，挟天子而令诸侯，韩宣受封内阁中书。在萧玉登基称帝之后，又辗转于户部和吏部，分别任侍郎和尚书，最终在太平25年以天官之官身登阁拜相，成为内阁次辅，仅次于首辅蓝玉。再然后，萧玉驾崩，朝堂上变幻连连。在此期间，韩宣被蓝玉打落凡尘，再无翻身之日，只能躲在小方寨中苟且而生。知道我真正身份的人不多，蓝玉算一个。只是这位曾经与道宗长叫真人齐名的相爷，并不屑于去痛打落水狗。在那位蓝相爷看来，即便你身为此腐师，我也能在翻手之间将你打落尘埃。现在我只是一个半分权柄也无的穷酸书生，难道他还会怕你东山再起？即便是东山再起了，又能如何？你的那条船想要横渡苦海，注定要经历太多的风浪，兴许看不到彼岸就要沉没。北游还是个孩子，我不想替这孩子做出抉择，也不想让你替这孩子做出抉择，所以再等10年，10年之后让他自己来选择。好，那你把这个交给他。好。本来韩宣有5成把握让徐北游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接下来的路，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名骑着萨路子的女子闯进了徐北游的世界。如果说10年前的老者只是在徐北游的心底种下了一颗名为野心的种子，那么10年后的女子则是让这颗种子真正在徐北游的心底破土生根。于是不再甘于方寸之地的徐北游决意要走出去，跳出这方井口，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在徐北游走进韩宣的家中向他道别时，韩宣便知道是自己输了。富贵富贵，放下放下，韩宣曾经拿起过，所以他可以放下，而徐北游未曾拿起，又何谈放下？既然放不下，那就要拿起来。在徐北游走后，韩宣按照约定通过当年老者留下的方式传信给他，这才有了老者在重龙关于千钧一发之际救下徐北游和之云。2位老人之间的对话和谋划，徐北游丝毫不知情。在他看来，自己的经历更像是一次又一次的奇遇。殊不知，所谓的奇遇早就在别人的筹谋之中，不是偶然，是必然。老人缓缓收回思绪，看了眼已经互相依偎着睡去的小男女，轻叹一口气。一个人老了，就喜欢栽培有意思的年轻后辈，这就像儒门的大儒们，功成名就之后，越来越注重门第门生，哪怕是庙堂一品公卿，也莫不是求一个门生故吏便朝堂，
毕竟自己终究有离去的那一天，身前没来得及做的事，以及身后事，还是要靠衣钵传人去完成。即便是当年举世无敌的道门上代掌教子辰，在飞升之前，仍是没能看到道门千年大计工程，还不是要依靠自己的徒弟要做完剩下的事情，这才有了今日的巍巍道门。道门上代掌教子辰收的那个徒弟，担负起了一个道门；剑宗末代宗主上官仙尘收的那个徒弟，却没能担负起一个剑宗。至于自己收的这个徒弟，能否肩负起属于他的重担？握住夏蝉，未必是握住整个夏天，握住那把剑，却是握住了一个江湖。持3尺清风，梦一回万人敬仰的剑神，做一回举世无敌的剑仙。徐北游一行人继续向北，在路上，徐北游按照师傅教给他的一套口诀，开始调理自身气机，一步一呼，一步一吸，呼为虎啸，吸为龙吟，龙虎相得，天衣无缝，抱而成丹，圆转如意，金丹成，运婴儿，龙共应声列。若是真能做到龙共舞、应声列的那一层境界，那么破碎金丹之中会有婴儿生出。打开上丹田子府，3大丹田贯通一体，就能成就地仙境界。这套丹诀只有3个境界：抱元守丹、剑神不坏、列丹成婴。其实说白了，一品境界才刚刚登堂入室，所谓鬼仙也不过是完成第一个境界，到了人仙境界，转而修炼体魄，差不多便是武夫的极致。攀升到这个境界的武夫，体魄强横至极，堪称不漏。一些歪门邪道的采补之术，在不漏之身面前就是个笑话。与人对战，打破虚空，可以见神，硬若金刚难伤，即便是有所损伤，也恢复极快，故所谓见神不坏。当然，其他宗门也各有不同，佛门有不败金身，道门有无垢之身。佛门的2个旁支摩伦寺有不动金身，金刚寺有不坏金身，还有魔门的不灭金身，各有侧重，各有优劣。但为师还是希望你能走武夫的路子。我听师傅的。当年萧玉便是走了不露之身的路子，一身气焰跋扈，嚣张至极。不过他也的确有那个资格，在人仙境界时号称铜镜无敌手，甚至寻常地仙也不敢掠其锋芒。等真正踏足了地仙境界，更是首屈一指的存在。一剑劈死已经触及神仙境界的白莲教教主，远胜我等庸碌之辈。就这么一路走一路修行，老人对徐北游这个徒儿也越发满意。徐北游的根骨的确算不上好，他用了10年，也不过是介于5品6品之间的境界，从这点上就能看出一二。不过有12名剑来弥补，也不算什么。关键在于徐北游的心性极佳，许多东西一点就透，又有过去10年练剑的老底子，在短短10几天内已经从剑4学到剑7。要知道，即便是以老人的卓绝天资，当初学这4剑也是足足用了2年的时间。这西凉州从名字上就透露出一股子荒凉的味道，放眼望去，除了大漠黄沙，便是戈壁胡杨。一行人走了2天的时间，再有1天就能抵达敦煌城。不过一场巨大的风沙也不期而至，这样的天气，老人自然穿行无碍。事实上，若是不要顾及徐北游和之云，对于老人而言，千里不过咫尺。可徐北游和之云却是不成，3人只得向着最近处的人烟所在行去。徐大哥，前面好像有间客栈。这怎么看都像一家黑店啊！我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行走天下，自然知道什么是黑，什么又是白，亦或是介于黑白之间的那一抹灰。走吧，我们进去看看。他之所以带着徐北游徒步而行，而不是像神仙高人那般飞来飞去，正是要让他看遍世情，入得俗世又能出得俗世，看破红尘又不厌倦红尘，如此方能有一颗不输于圣人佛陀的琉璃之心。
几位里面请，里面请。掌柜的，2间房间。好。来来来，我带你们上去。你们俩先上去。知道了，师傅。徐北游背起老人的剑匣，无奈地领着一路沉默的之云，先去了自己位于2楼的房间，只剩下老人留在1楼大堂中。掌柜的，生意兴隆，借您吉言。各位里面请。小子，再多嘴一个字，这就送你走。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阁下。本是江湖人，何处不相逢？兴许是有的，不过多半是萍水相逢。掌柜的，给我来2壶酒，上好的汾酒，掺水的不要，酒不好不给钱。店小利薄，没有白吃的道理。客官放心便是，我们这店虽小，但却是实诚买卖人，绝不会干出酒里掺水的缺德事。您看，不错。这是房钱和酒钱。好嘞，谢谢客官。夙夜宿醉酒难消，方寸之间见金刀。本应山外先加客，何必窝壳画地牢？莫非此人猜到我俩身份了？又来人了。今儿个怕是不太平喽。这孩子犯的什么病？这魔殿位列大执事的第23位查判官，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鬼仙高手啊！难道叶罪没有骗我？这魔殿店主真要亲临西北？小女子西北安徽府孤雁，见过查判官。倒是巧了，在这儿竟能遇到你们这帮萧黄爪牙。若是依着老夫前些年的性子，就该把你们全部宰了扔到外面喂狼才能泄恨。我们没有。小丫头也别急着否认，有些事我们两边都是心知肚明。上面那些大人物的刀光剑影，老夫看不懂，也不想懂。老夫只知道杀人偿命是天底下最直白的道理。无奈形势比人强，这位美艳女暗卫只能敢怒不敢言喽。老人单手提着酒坛，一口一口慢饮，丝毫不顾及酒里可以迷倒一品高手的迷药，轻声道：什么是江湖？有人的地方便是江湖，庙堂之外便是江湖。江湖险恶不是一句大而空的话语，而是许多先辈用血泪总结出来的金玉良言。这次暗卫和镇魔殿的人齐聚这儿不是偶然，说不定还会有一些散仙人物也要插上一脚。你若想要在这个世上有3分立足之地，1分说话底气，那么首先就要走进江湖。现在你下楼，多看多听。徐北有点点头，老老实实的下楼。他自然能体会到师傅的良苦用心，若不是因为他徐北游，一个经历了无数波澜壮阔的老人，一个本该超凡脱俗的世外高人，会在意这底层的江湖；若不是因为他这个不争气的徒弟，一个本该属于天上另外一个世界的剑仙人物，会睁开眼睛瞧瞧这些地上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正如天上苍鹰从不会在意2窝蚂蚁的内斗。哼，小人物而已。掌柜的，要一盘牛肉和1碗清水。好嘞，客官稍等，马上就来。见过大公子。见过大公子。见过大公子。都坐着吧。是。老判官，饭可以乱吃，但是话不能乱说。什么叫两边都心知肚明？我倒是要请教几句了。哼，端木家的小子年纪不大，打官腔倒是熟人。不过既然你问老夫了，那老夫也不妨把话挑明，莫要把我们这魔殿当成是傻子。重龙关之事，你们到底要给个交代。交代？什么交代？你们道门本事不济，被剑宗余孽灭去了重龙关满门，我们暗卫好心救援，因此折损100余人。我们顾念2家情分，没找你们讨个说法，你们反倒是得寸进尺找上门来，莫不是觉得我们暗卫是个软柿子，想捏就能捏？
好，好，好，果真是官字两张口，这颠倒黑白的本事的确厉害。不过这话出口容易，可要说了算就难了。那依老判官的意思，怎么才是说了算？查判官，鬼仙境界高手，出生于习巫教一脉，30年前曾经活跃于草原，后因得罪大雪山摩伦寺的大明王，不得不投入道门麾下以求庇护，于20年前成为镇魔殿大指示，位列第23位。不得不说，你也算个人物，即便加上那些隐士遁世的人物，在道门也能勉强算是前100的高手。巍巍道门又岂是你这种凡夫俗子可以揣测？老夫修为的确比不了列位大真人，可对付你却是足够的。鬼域阴风后，有点异色。倒是老夫老眼昏花，看走了眼，不识真人。果然如师傅所说的那般，江湖上最忌讳的便是老人、僧道、女子和小孩。今天在这间小小的客栈中，算是凑齐了。事实上，徐北游很喜欢观察客栈内的众生相，或惶恐，或忧虑，或阴沉如水，或不动如山，林林总总，继而再去揣摩这一幅幅面庞后的深层心思，甚至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些都让徐北游有一种别样的乐趣。这不是师傅教的，是先生教的。韩轩是文人出身，而且曾经官居一品，在庙堂上与别人勾心斗角了一辈子。他不愿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成为一个只会万事用武的赳赳武夫，毕竟在这个世上，很多事情不是一件就可以了结。当然，那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不过一件事的超然境界肯定有，但绝不是现在的徐北游能达到的。那小子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人生何处不相逢，徐北游见过端木公子。原来是你。就让为师看看，只靠自己，究竟你能做到哪一步？这位小兄弟却是瞧着面生，你可认识刚才上楼的那位老先生？正是家师。尊师龙行虎步，气度不凡，敢问高姓大名？浮萍飘絮居无所，天涯过客何必问？那咱们便为这个无名无姓的年头干一杯。无酒如何干杯？那就干了这杯无名酒，请。两人各自举杯而饮。徐北游从不沾酒，当然不会喝客栈里来路不明的酒，更不会喝经暗卫之手的酒，所以酒液入口未入喉时，便已经被从手中挤出的剑气化作虚无。这酒足以迷翻2品高手了，这小子居然没有一点反应，他最多只有3品修为啊，看来是遇到扎手的点子了。孤雁缓缓退回到自己的座位，收敛了方才的一身媚态，面沉似水，没有轻举妄动。刚才与端木玉对上而吃了点小亏的查判官，终于是正眼打量了下徐北游，微微皱眉，轻声道：小小年纪就3品修为，不简单呐！想来尊师也是一位高人，老夫勉强算是在这个仙人混杂的江湖中厮混了些年头，命比较大，没被淹死，也见过不少地仙境界的真正高人，确实没有听说过尊师这号人物，不知小兄弟能否为老夫不吝解惑？贤达未必闻名王侯之间，山野乡间也有名士采菊。江湖之大，龙蛇混杂，高人无数，谁又能做到无所不知？晚辈随家师云游四方，家师曾言早已忘却姓甚名谁，正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难怪他会对此人颇有亲眼，如今看来倒是有点意思。要不要出手试探一下，引出徐北游背后那个老人？想吓唬我？好一个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风起西凉州，剑开龙门山。想要摆脱这种僵局，唯一的办法便是再来一个搅局人。
让客栈内的双方失去平衡，无论是暗卫还是镇魔殿。果然如师傅所说那般，这次龙门客栈的遭遇并非偶然，而是暗卫和镇魔殿的一次互相试探。尤其是如此风沙风露的情形下，寻常人等进不来，这小小的龙门客栈变成了一座海上孤岛。若不是双方暂时谁也奈何不得谁，而且还有自己和师傅这两个变数，恐怕客栈中早就变成了一场屠杀。至于双方在试探什么，其实也很明白，朝廷早就想压一压道门的势头，甚至是全面打压道门，可忌惮于道门的雄厚实力，所以就由暗卫府策划了重龙观之事来试探道门的反应。只是自己无意中涉入重龙观之事，牵扯出了师傅这个天字号的剑宗名义，这才让整件事变得扑朔迷离起来。重龙观之事未尽全功，甚至还有活口之云走脱，自知理亏的暗卫府当然不肯现在就与道门撕破脸皮。既然有了剑宗这个靶子，那自然要把所有罪责推到剑宗身上。不过道门，尤其是与暗卫府打交道多年的镇魔殿，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不是剑宗动的手，暗卫府肯定是参与其中。所以以查查判官等人为代表的镇魔殿激进派死死咬住暗卫不放，打算借着此事向暗卫发难。而以叶罪等人为代表的镇魔殿温和派则是开始大力搜寻之云的下落，力求将此事压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秋时四零落，春月不芬芳。别忘了自己的名字。我的帮手可算是来了。那边那小子从未见过。孟婆，你认得我？前辈形貌疏于常人，又是与查查判官同站一起，那么身份自然不言而明，只能是镇魔殿36位大执事中的第24人。孟婆，有句老话叫做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老人既然是剑宗中人，被镇魔殿追击多年，自然对这个外人看来神秘无比的阴沉机构了如指掌。一路行来，他也对徐北游详细介绍了这个被誉为道门暗卫的镇魔殿，尤其是在镇魔殿中占据了大半个上层结构的36位大执事。有了孟婆助阵，原本孤木难支的查查判官此时重新底气十足，不复方才的阴沉，语气变得古井无波，对着徐北游缓缓说道：年轻人，你体内气机龙盘虎踞，水火交融，分明是我道门龙虎单道的路子。我道门执天下牛儿也来，开枝散叶不知凡几，诸般法门更是遍传天下。所以老夫也不去管你师承何处，只是学了我道门之法，就得成道门的香火情分。今日你若助老夫一臂之力除去这些暗卫，那便是圆了这段香火情分。日后就算是想入道门做个客卿，也不是不可。待会儿让老婆子挡住这个小丫头。查查判官，你去把端沐浴的后手给引出来。至于这位小兄弟呢，就把这10几个4品修为的暗卫给灭干净。怎么样，不算难吧？2位大执事都是当世高人，与我这么个晚辈斤斤计较，未免有些说不过去吧？年轻人，你如果觉得棘手，可以请尊师出手。我道门从来都是海纳百川，2位今日遇上，便是自己的缘法，说不定可以借着此事进入道门，日后得享大真人尊位，莫要忘了我等2人的引荐之功呀。2位前辈说笑了，家是一介山野村夫，怎敢肖想大真人尊位？老夫既然叫做查查判官，那自然是有几分眼力功夫。老夫自认看不出楼上那位的气机深浅，想来境界不会次于老夫，最不济也是个鬼仙境界。当年老夫入道门之前不过1品境界，入道门之后触类旁通，这才踏足鬼仙境界。如今尊师更甚当年老夫，如何肖想不得？既然2位前辈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晚辈若是再行推脱，未免太不识抬举。早该如此。
不好，这客栈要坍塌了。当时年少致春光，花马踏蹄酒见香，爱恨情仇随浪来，下船歌行应未央。小丫头，我们去外面打。保护大公子。不愧是世代簪缨的端木家公子，这份定力相当不俗。你想好了，真要帮着道门为虎作伥，跟朝廷作对？端木公子，你是世家出身，讲究一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可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想要在世上生存，总得做一些赌命的勾当。哼，老判官，你想看我的后手，那我就给你看我的后手。不妙。年轻人，老夫已经帮你解决掉一半的暗卫，剩下的轮到你出手了。徐北游，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弃暗投明，我可以既往不咎。我这个人说话算数。好，这才像话。锦绣山河图。须弥芥子手段，话里自有乾坤，这是地仙境界高人才能做出的大手笔。端木老儿为了这个儿子倒真舍得。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要么像端木玉等人一样深入这方幻阵之中，要么就是直接以外力击破。藏身其中的端木玉等人自然会显出行迹。地仙高人的手笔是不假，但也要看是谁来用。老夫今日就出手破了这方幻阵，然后再由你除尽这些暗卫。这便是鬼仙手段，弹指击神通。紫金钵盂，小丫头，你竟然会萧家拳艺，难不成是宗室之人？可若是宗室之人，又何必做端木玉的护从？了不得的拳艺，老婆子曾听说拳艺分为体魄百炼、巧如星辰、见神不坏、一通诸天、打破虚空。近百年来，唯有五祖皇帝消猎到了打破虚空的境界。不过你也该有巧如星辰的境界了吧？这拳艺，若是老婆子在你这个年纪时遇到，恐怕已经死了无数次。不过你以年幼女子之身修炼天下间第一等霸道拳艺，损坏自身血脉，与自杀何异？不好！什么？孟婆她跑了？没想到这小姑娘这么强。握住下铲，顷刻炼化。上集说到，出场自带 BGM 的孟婆连夜跑路了，查查判官只得放大招，将端木玉等人逼出。哼，端木玉，这下你往哪里跑？大公子，别过来，老判官莫要心急，该来的一定会来。若是旁人来说这话，查查判官大概只会觉得是死鸭子嘴硬，可作为暗卫府掌印都督端木瑞胜的独子来说这话是嘴硬还是另有后手，还真不好说。迟则生变，先走为妙。何方高人？查查，好久不见，未请教。当年贺崂山一战，若不是我扶了你一把，你早就死在清晨的手中了。你是北方鬼帝，你不是早该死在蜀州剑阁了吗？老判官，你问我还有什么后手，这就是了。查查，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个决断吧。
北方鬼帝，你曾经救我一命，此等大恩，没齿难忘。不过你身受重伤，就算曾经是人仙境界的高手，如今已是被公孙仲谋打落至鬼仙境界，甚至不惜让端木玉毁去一件异宝才能出手偷袭得手。现在的你对上殿内高手，结果如何？你最是心知肚明。若是我投效暗卫，你护不住我，我怕是见不到明年的太阳。若是你不投效暗卫，那就肯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查了查，老夫就算跌落鬼仙境界，可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比不了从前是真的，比你还是绰绰有余。你以为自己的那点小手段能瞒得过老夫？老夫好心好意送你一条生路，可你却偏偏不走。野马，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闯，老夫只好成全了你。查判官就这样没了？我刚才给过你机会的，是你自己不珍惜。年轻人，你不过是3品修为，在老夫面前一个回合也走不上，不如请你师父出来，我们好好谈谈，说不定还能有你的一条活路。哼！怎么了？刚才楼上之人弹指化剑气，境界几乎接近人仙境界。徐北游的那个师傅还真是个高手，难怪这小子有恃无恐。北方鬼帝这人具体是什么境界？鬼仙之上，至于是人仙境界的什么阶段，没有真正交手之前还不好说。我倒是有点好奇，到底是哪路高人，竟然敢趟这滩浑水？掌柜娘子，就近差点。先前是奴家看走了眼，不是真人。若不是公孙先生刚才那一手坛子作践，奴家也不敢肯定在9年之后还能再见先生。掌柜的是北方鬼帝，那掌柜娘子你又是谁？当年镇魔殿先后派出8位大执事，在苏州追杀剑宗首徒公孙仲谋，最后只有1人重伤返回镇魔殿。掌柜娘子是不是算错了？老夫当初明明只杀了5个镇魔殿鹰犬，应该是有3人逃回去才对。师父这不是默认了自己的确就是剑宗首徒公孙仲谋？有2人逃了，他们借着公孙仲谋的5匹剑气入体，强行斩断自身与明灯的联系，伪装成身是假象，然后改头换面，本想就此远离这些宗门之间的厮杀纷争，过些太平日子，却不曾想没过多久就被安卫找上门来，无奈之下只能投效于安卫门下。实不相瞒，奴家原是镇魔殿大执事赏善判官，与北方鬼帝正是当年那逃走的2人。当年苏州之事，实是迫不得已，非是出自本心。有些甜了。公孙先生此话何意？你的桃花杖。有些甜了。按照剑宗规矩，我让你知晓自己是死于何剑之下。记着，此剑名为玄冥。9年前没杀掉你们，9年后补上。公孙仲谋，因为你，这些年我无时无刻不被体内的无声剑气折磨，以至于变成了如今这个不人不鬼的样子。因为你，我从人仙境界坠落鬼仙境界，永生无望踏足逍遥地仙境界。今天还是因为你，我成了孤家寡人。没事的，志云，这掌柜的就是瞧着吓人，还没动手，先把自己折腾个半死。想来也不是什么高明手段，估计连师傅的一剑都扛不下。这人是镇魔殿的大执事，但所作所为都像邪魔。他们说剑宗余孽是邪魔，可公孙前辈明明更像是有道全真，这是为什么呀？是不是邪魔，并非以其作为来界定，而是以成败来界定。师傅他们输了，所以是邪魔；道门赢了，那便是仙人。不明白。先生说过，世间之事唯有名利2字当头，不外乎成王败寇。就拿萧皇帝来说，当初他若是起兵失败了，
这世道还是大正皇帝说了算，那么他就是大正的叛贼。但是他成功了，这世道换成他说了算，所以他是英明神武的大齐皇帝，而说了不算的大正皇帝变成了昏庸无道的昏君。很幼稚的对话，芝云在很费神费力的思考了一会儿后，终于不再晕晕乎乎。这个从未接触过世道险恶的小道姑，开始第一次质疑过去的种种。如果说下层世界是弱肉强食，那么上层世界便是成王败寇。待会儿我出一剑，是剑13，你用心看。为什么只出一剑？因为这一剑会很帅。公孙仲谋，今天我便誓死，也要拖着你一起下地狱去。真是疯了！按照剑宗规矩，我让你知晓自己是死于何剑之下。记着，此剑名为玄冥。去你的，公孙仲谋，这哪里是剑13，分明是剑23。家事、国事、天下事，抵不过3尺清风气概。说到底，不过一剑之事而已。先生，你说世上有剑仙，原来师傅即剑仙。师傅，那端木玉他，为师现在还不能与端木瑞圣结仇，死一些无关紧要的暗卫。对于这位暗卫府掌印都督来说，那只是公事。既然是公事，就有转圜的余地。可如果杀了端木玉，变成了端木家的私事，不死不休，两者孰轻孰重，想必不用为师再去多言。芝云，你是道门中人，去把赏善判官火化一下，撒在客栈外面，也算是夫妻同学了。是。太可怕了！这些威名赫赫的镇魔殿大执事，在公孙仲谋面前就像个孩子。北游，你怎么处置这些暗卫？尤其是这个叫孤雁的。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们，那么为师可以教你。世上聪明人少，愚人更少，庸人最多。许多聪明人并非天生就是聪明人，而是经历的事情多了，慢慢的从庸人变为聪明人。聪明人又分为大智慧和小聪明。小聪明的人喜欢用一些云雾缭绕的法子来解决问题，这样既可以故作高深，又能掩盖其根本所求。你若是遇到这种人，该如何对付？该如何对付？一剑而已。一剑。不过在这之前，你要先让自己手中的天蓝剑血。剑是杀人利器，没有见血的剑算不得剑。虽说徐北游杀过阴兵，也见过死人，但是从来没杀过人。江湖哪有不死人的？就用这些萧家家奴给你的剑开封。天亮了。那个叫孤雁的还没死，要不要留个活口，在暗卫里安插个钉子？不用，什么也不用。好。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得学会独当一面。龙门客栈被大火付之一炬，徐北游一行人继续朝着敦煌城方向行去。前面不远就是西凉州首府敦煌城了，这里有500两，你们自行入城，我要去见一位故友。好的，师傅。徐北游和芝云进城后找了一间客栈住下，另一边公孙仲谋却是没有入城，而是沿着敦煌城继续向西行去。请贵客现身一见。原来是公孙先生大驾光临，难得龙王还记得我。我已经不是龙王，叫我俗名张无病就好。把武力位居前3甲的龙王逐出8部众，非是智者所为啊！是地是天，还是阿修罗？不是他们，他们还没这么大的权力。是方丈主持亲自下令废除我的龙王称号。我知道了。
我已见过慕容玄音。那又如何？你和慕容玄音都被挂在镇魔殿的魔头榜单上，一个第2，一个第3，难道还想拉上我去做那个第4？我还见过寒暄，所以寒暄向你推荐了我。寒暄只是提起过你，并没有向我举荐你。我和他不是一路人。也是，寒暄至今还是想着重返朝堂，自然不会跟你这个叛贼是一路人。你这个剑宗宗主，难不成还想着重立剑宗？多少次梦回当年，终究是放不下执念。师尊虽然已经不在，但是诛仙尚在，剑316尚在，我公孙仲谋尚在。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渝。逆势而为，便是逆天而行。尊师上官仙尘通天彻地之修为尚要生死道消，你又能如何？行走世间已经将近1甲子的公孙仲谋没有说话。张无病犹豫了一下，沉声说道：非是和尚已经放下心中嗔怒，而是大势所趋。纵使剑宗有你公孙仲谋，又能如何？道门掌教还在，镇魔殿还在，8大宗主还在，朝廷那边纵使萧皇已是又如何？首辅蓝玉没死，大都督魏晋没死，还有镇北汉和魏王萧景，后见国主完颜北岳。而且你别忘了，萧皇亲自给自己修建的眉山陵墓，谁也不敢保证他是真的死了。我收了个徒弟。徒弟？佛家有普度众生的菩萨慈悲，也有镇压外道的金刚怒目。龙王是当代怒目之人，若是有机会，我会让我的衣钵传人再来拜会龙王。心在一我花心，正道艰难年，无为山河过客，却总长感伤。一个龙门客栈之事有3名生存者，分别是端木玉、红衣小丫头孟婆。孟婆在逃走之后，发现查查判官久未归来，便知道这位同僚8成已经身死。按照规矩，他向店主汇报了此事。不过他并不知道其后有公孙仲谋出手，故而理所当然地将罪名按在了暗卫府的头上。你们2个去。是。从面容上来看，转轮王的年纪不大，似乎与叶醉相差不多，只是脸色极为苍白，仿佛带着一抹病态。但在修行者的世界中，以貌取人是最愚蠢的做法。3岁的孩童可能是返老还童的高人，垂垂老朽也可能是修炼出了岔子的可怜虫，容颜不老者更是比比皆是。就地重游，物是人非。转轮王曾经来过这儿。甲子前，我跟随掌教真人来到西北，那时候萧皇还不是萧皇，掌教真人也不是掌教真人。我呢，只是200名道宗弟子中的无名小卒。有些人死了，永远留在了这里；有些人没死，得以重返道门。60年后，萧皇仙逝，掌教真人居于都天峰上，我也成了所谓的转轮王。有些人觉得我们道门和朝廷必然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可哪里是那么容易撕破脸面的？像查查判官这些人，整天喊打喊杀，但对于我们这些老家伙来说，在几10年前却是与另一帮老家伙一起趴过雪窝子，一起杀过草原骑兵，一起南下中原，甚至同生共死。现在这帮老家伙成了朝廷的公卿勋贵，子孙满堂。我们呢，也在道门做了师父师祖，现在再让我们去打打杀杀，打杀对象还是当初的老伙计，实在没有意思。所以我才要先与陆晨谈一谈，冷讲和，给道门一个交代是最好。等到我们这些人老死了，
朝廷那帮老家伙也同样死绝了。你们打翻天去，也没人去管。我与查查判官不是一路人。叶罪他怎么也在？转轮王上面是不是想要让叶罪顶替查查判官的位置？叶罪是掌教真人的孙辈，家业大了，难免就有些鸡零狗碎。他放弃叶家公子的身份，跑到道门来做一个镇魔殿执事，必然有所图谋，其中隐情我不想去深究。只是掌教真人自甲子之前就不再理会叶家之事，他这份心思怕是要落空了。明白了，那暗卫府那边提起过的剑宗余孽。剑宗余孽啊，当年我在草原曾有幸见过剑宗首徒公孙仲谋，那时的他挥剑泼洒，剑雨如泼墨，大袖飘摇，一步一剑一杀人，真是一个恣意风流。不知甲子之后是否还有当年的大风流？这么多年过去，公孙仲谋恐怕已经是个糟老头子了。仍旧保留了年轻人相貌的转轮王笑道：剑道不养生，衰朽惜残年，当年的俊逸公子也会变成垂垂老朽，真是让人扼腕。有时候一指禅就囊括了一整个夏天，有时候一把剑便倾覆了大半个天下。徐北游经过上次的事情后，便在客栈内连续待了几日。这天他想明白了，只有真切认识了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第二天一大早就带着芝云离开客栈，准备去游览一下敦煌城。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哥哥姐姐，你们是其他地方过来的吧？不带点纪念品怎么行呢？徐大哥，我想要那个。好，拿个这个。嘿嘿，哥哥姐姐下次再来哦。你还这么小，不去学堂读书吗？徐北游看着欲言又止的小女孩，心中已然明白，底层百姓平民在起步点就落后了不止千里之遥。当百姓的孩子们还在为了生计发愁时，世家的孩子已经随着大儒们朗朗读书。当百姓的孩子刚刚明白人情世故时，世家的孩子已经知道踩低捧高，甚至已经从父辈那里学会了口蜜腹剑和笑里藏刀。所以底层的人常常要付出数倍的努力和艰辛，还要有足够多的运气，才有可能踏足头顶上那个陌生的世界。而这个过程对于世家子弟们来说，却只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完全不值一提。不平，物有不平则鸣，人亦如此。芝云，既然到了敦煌城，那我们就去看一看天下闻名的千佛洞。好的，徐大哥。好累，还有多远啊？大概10里路程。还有这么远啊？天快黑了，我背你吧。啊？到了。要不咱们不上去了吧？来都来了，不看一看多可惜。可是这么黑，瞧着就吓人。死人你都不怕，竟然还怕黑？这能一样吗？放心吧，有我在，什么邪魔也不能近身。你是公孙仲谋的徒弟，不必紧张，我叫张无病，公孙仲谋曾经来见过我。师父的故友。张大师又是如何看破我的身份的？年轻人，你的剑太显眼了，以后最好做点掩饰，就像这名姑娘一样，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多谢大师提点。我不是什么大师，叫我张无病即可。好，张无病。公孙仲谋在临走前
曾说会让他的传人再来拜访我，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快。这几天我根本没见过师傅，怎么会是奉了师命前来拜访？这只能归咎为巧合二字了。也罢，既然来了，那便是天意如此，随我来吧。张无病前辈，你知道我师父的事情？知道一些。公孙仲谋既是公孙家家主，又是剑宗宗主，名头很大。不过公孙家和剑宗都已经消失，其实只是一个空名头而已。这些年来，公孙仲谋私下联络各类失意之人，妄想联合起来反抗道门和朝廷。我也是他眼中的失意人之一。剑宗12剑，除去你们师徒手中已有的天蓝和玄冥2剑，还有另外10剑散落世间。现在公孙仲谋想要重新集齐12剑，巧的是我这里刚好有一件。您这里有一件？